各位朋友大家好啊，这一个苹果的140瓦充电器，这个是140瓦产品里面的一个标杆产品，所有的评测数据咱们前几天已经上传上来了，有需要看测试数据的可以去我主页看一下。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把这一个苹果的140瓦的充电器全部拆开，我们看一看它内部的电路构造和内部的用料是不是一样的，是行业的标杆产品。咱们话不多说，直接来拆解这一个充电器。拆解这一个充电器的话，我们就直接拆这个充电器的主体就是了。这一个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插头模块，这个我们就不拆它了。这个插头的话肯定是铜质材料的，内部也没有吸磁的东西。苹果的产品做工就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就直接用切割机把这个盖子把它切开。咱们切了半天，把这个盖子切成断断续续的断开了，用敲棒直接把这里撬开。这里面有2个暗扣，撬开的话，这个暗扣就直接就撬坏了。主壳体的两边，一边2个暗扣，用来扣在这一个模块上面，非常的难拆的啊。主板的整个模块是通过3根连接线连接到这个插头的模块上面，这就是我们拆下来的这一个140瓦的苹果充电器的内部的主板模块。充电器的壳体上面都打有这种黑色的硅性散热胶，一方面可以把这个主板牢牢的固定在这个壳体上面，这种胶还可以把主板上面的热量快速的通过壳体进行散发出去。这一层散热的材料，这个是铝制的散热材料，它这上面是镀了一层镍在上面，散热效果的话肯定是比普通的铝制散热效果要好得多，而且成本也是很贵的。而且这个散热片是通过螺丝进行固定的，散热片的这一面上面贴有石墨烯的导热贴纸，这一块散热片上面也是一样的。这一层是做绝缘处理的一个橡胶垫，它也可以起到导热的作用。这个塑料片是作为一个变压器的隔离的一个塑料片来使用的。主板背面的关键的元器件上面有绝缘的贴纸贴在上面，撕开绝缘贴纸，这上面就是导热的硅胶。变压器上面一样的有导热的硅胶。取下这一个插头连接模块，主板上面的硅胶我也把它清理干净了。这个主板做工是不是像一件艺术品一样？喜欢电子产品的朋友们肯定是非常喜欢这种电路的设计的，非常的工整。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然后我们把这个上面的东西全部拆散，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电路架构。这个苹果140瓦充电器内部主板上所有的元器件全部都拆下来了。黑色的主板 PCB 双面成晶的工艺，这个是很顶级的做工，次级和初级的电路分离的很明显。主电路架构采用的是功率因素校正 PFC 电路，再加高压 Buck 降压电路加 LLC 谐振电路构成，再通过次级同步整流后，协议芯片控制输出电压。跟我们前面拆解的国产140瓦充电器都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它的220伏输入端也跟传统的国产电源也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就是从220伏输入端到直流充电输出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充电器的电路架构的情况。220伏输入模块通过这2根导线连接到主板上面，另外这还有一根线充当地线连接到模块的金属扣子这里。模块的材质都是不吸磁的铜质材料。输入保险采用的是传统的管状陶瓷保险，外部有热缩管套住进行保护。这个陶瓷保险来自成立于1927年，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一家多元化的工业技术制造公司——美国利特奥维斯保险丝。这个保险丝的规格是 3.15 安，耐压250伏，安硅 X2 电容，
来自创建于1919年、总部位于美国南卡州的全球知名电容器生产商美国基美电容。这个电容属于基美 R52 系列金属化聚丙烯氨硅电容，规格是 0.22 微法，耐压310伏。X2 电容和保险丝装在一个框架里面固定，外部用胶带缠绕进行保护。这是充电器的第一级供膜电感，来自成立于1956年一家生产电子线圈和模块的国际化企业日本圣美达集团。电感内部灰白色磁芯，用气泡线的铜丝分组绕制，并有塑料框架进行固定。第二级供膜电感一样的来自日本的圣美达，灰白磁芯用2种颜色的绝缘线进行绕制，一样的有塑料框架进行固定。一颗绿色热敏电阻用来防止交流电浪涌电流损坏充电器。这个苹果140瓦充电器，它的发热量很低，跟我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电路有关。它使用的是有源整流桥进行交流变直流的转换。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国产的充电器、国产的开关电源用这一种有源整流的架构。4颗贴片式的二极管组成桥式整流，将220伏交流电整成脉动的直流电。4个二极管丝印全部都是 5C7， 厂家信息咱们没有查到，有知道的铁铁们弹幕走一波。4颗贴片二极管的背面，2颗标准贴片式二极管，丝印型号 AS8M， 来自成立于1979年全球领先的全方位电力半导体解决方案的供货商台湾的台半半导体，规格是8安，耐压1000伏。这个铝镀镍的散热片上面还有2颗 MOS 管，丝印型号是 A100N601， 来自成立于1962年世界最大的分立半导体和被动元器件制造商之一的威视半导体。这2颗耐压600伏的 MOS 管和前面的台半半导体的二极管组成有源整流电路，当然这个有源整流必须配合主控的 MCU 来控制。简单说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4颗贴片式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 MCU 根据检测到的电流极性来控制 MOS 管的导通，再通过这2颗二极管整流输出。这种电路有着很高的效率，而减少热量的增加，但是这种电路复杂，而且成本相对要高很多。2颗蓝色的薄膜电容来自1999年从 NEC 分离出来的一家主要从事金属化薄膜电容的设计、制造和销售的公司，日本的日通工电子。2颗电容的规格是1微法，耐压450伏，属于日通工 FPS4 系列金属化薄膜电容。这一颗滤波电感一样的来自日本的圣美达，内部磁芯灰白色，用气泡线的铜丝进行绕制，外部一样的有塑料框架，背面有厂家的丝印信息。这一颗小的电解电容来自成立于1931年的一家日本老牌电容器厂家，日本的贵民工电子。大家耳熟能详的黑金刚系列的电容就是贵民工的。这个小电容的规格是47微法，耐压35伏，属于贵民工 KYA 低阻抗小型化电解电容。充电器的主控芯片丝印型号 G071KB6， 来自1987年成立的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公司之一的意法半导体。这是一颗基于高性能 ARM32 位内核的主流微控制器 MCU 芯片，它的工作频率可达64兆赫兹。该系列的微控制器具有高集成度，适合消费、工业和家电领域各类应用，也能充分满足物联网解决方案的需求。充电器的前端有源整流电路就是靠这个 MCU 来控制。一颗丝印5494的减流电阻用于适时检测和控制通过 PFC 升压变换器的电感电流。PFC 升压电路防止反向电压冲击，提高系统稳定性的旁路保护二极管，丝印型号 6A139AM。充电器的 PFC 升压开关管丝印型号 36N60PF8N， 跟主控 MCU 一样，来自意法半导体。这2颗 NMOS 开关管的规格是耐压600伏，内部的导阻110毫欧，属于意法半导体 M6 系列超节高压 MOSFET。PFC 主控芯片丝印型号 ETA19162， 来自创立于2006年，公司前身为荷兰飞利浦公司的荷兰恩智浦半导体。这是一颗用于需要高功率因素应用的功率因素校正 PFC 控制器芯片。PFC 整流二极管丝印型号AU6JH， 也是来自台湾台半半导体的一颗6安耐压600伏的超快恢复二极管。PFC 升压电感一样的是来自日本圣美达，电感外部是有框架进行固定的，
这一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主滤波电容，电容是装在这一个塑料的支架上面，跟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一样，来自日本的贵民工，规格是82微法，耐压450伏，属于贵民工高温波长寿命电解电容。这一个就是固定主滤波电容的一个支架，当然这个支架还有其他的用途。充电器的高压 Buck 电路也叫降压电路，这是苹果工程师创新的一点，把这个降压电路放在 PFC 和 LLC 电路的中间，以减少协议芯片的工作量，降低这个协议芯片的发热。整个高压 Buck 电路它的主要元器件，一颗互感线圈，一颗高压 MOS 管，一颗低压 MOS 管，3级驱动芯片，整流2级管，降压电感，还有一颗薄膜电容组成。当然，这个高压 Buck 降压电路同样是受这个 MCU 芯片来控制。这一颗 MCU 芯片主要负责电压、电流检测，产生 PW 信号，控制高压 MOS 管，协调3级驱动芯片，确保高低压 MOS 同步切换，适时保护整个电路的安全可靠。这一颗就是互感线圈，外部同样有框架进行保护，上面有厂家的私印信息，一样的是来自日本的圣美达。这一颗高压 MOS 管私印型号 60C185C7， 实际型号是 IPL60R185C7， 来自前身是西门子集团的半导体部门，于1999年独立的德国英飞凌半导体。这个 MOS 管是英飞凌 C7 系列超节规 MOS 管，这个系列的 MOS 管相较于普通的 MOS 管可以减少大约 50% 的光段损耗。它的规格是耐压650伏，内部的导阻185毫欧。旁边一颗低压 MOS 管，私印型号 65PF6N2， 来自意法半导体。这是一颗耐压65伏的管子，资料没有找到。它的作用是在高压 MOS 管关断的时候导通，提供电流蓄流，减少纹波产生。这一颗芯片私印型号 SC530C， 来自成立于1999年从摩托罗拉独立出来的一家半导体公司 ON 安森美半导体。这是一颗3级驱动芯片，为苹果公司定制型号，用来驱动高压和低压2颗 MOS 管。2颗 MOS 管的中间，这一颗私印 ES2JH 是一颗超快恢复整流2级管，一样的来自台湾台半半导体，用于高低压 MOS 管切换过程中防止电流反灌，保护 MOS 管。这一个降压电感的线圈，一样的来自日本圣美达，外部有绝缘胶带保护，上面有厂家的私印信息。这一颗薄膜电容规格是1微法，耐压450伏，跟前面一样来自日本的日通工，用于滤除高频噪声和电压纹波，进一步平滑电流。高压 Buck 电路一样的离不开这一颗 MCU 的控制与协调。LLC 谐振输出电路一样的由这个 MCU 芯片控制，3级驱动芯片驱动2颗 MOS 管进行电压输出，2颗谐振开关管，私印型号 60C190D， 实际型号是 IGLD60R190D1， 跟降压电路的高压 MOS 一样，来自德国的英飞凌，属于英飞凌库尔 GAN600V 增强型氮化镓功率晶体管，可以提供快速的开关速度和最小的开关损耗，并实现高效率的简单半桥拓扑结构。它们的规格是600伏，内部导阻190毫欧。3级驱动芯片私印型号 SC278A， 跟前面驱动芯片一样，来自 ON 安森美半导体定制。苹果充电器内部大量的一线品牌定制元器件，这也充分说明苹果供应链能力的强大。这边还有一颗私印 AZV 的一个定制芯片。LLC 谐振电路的谐振电容2颗，同样是装在这一个主电容的固定支架上面。来自1973年成立的专业薄膜电容厂家，意大利的阿可电子，简称 AV 电容。这家公司于2007年和芬兰的瑞法电容一起被美国基美电容收购，现在也叫基美 AV 电容，规格是 0.068 微法，耐压250伏。这个就是这个充电器的主变压器，一样的来自日本的圣美达定制，变压器底部有塑料框架进行固定。同时，这个充电器的 LLC 谐振电感也是集成在这个变压器的内部，整体的做工是非常不错的。用于输出抗干扰的3颗 Y 电容都是同样的固定在这一个主电容的支架上面。这边有2颗黑色的，这边有1颗蓝色的。蓝色的 Y 电容私印型号 AH102K， 来自成立于1992年两岸3地最具规模的电子元器件供应商台湾的华新科技。这颗电容规格1000匹法，耐压400伏，属于华新科技 AH 系列安规陶瓷电容。另外2颗黑色的 Y 电容规格是
220匹法。厂家的话咱们没有查到，但是我猜的很多苹果充电器里面都有它的身影。3颗 Y 电容并联使用，提升安规等级。用于调节反馈输出电压的光电耦合器用了2颗，适应型号分别是 V1014W 和 V1074-1W， 来自创立于1975年，聚焦核心光电元器件及电子关键零组件之发展的企业台湾的光宝集团。2颗光耦都是光宝 LTV10XX 系列光电耦合器，这一部分电路就是它的次级输出电路，充电口和滤波电容在这一面。2颗同步整流开关管适应型号都是 R680L， 跟有源整流 MOS 管一样，来自美国的威视半导体，属于威视半导体第4代功率 MOSFET， 结合 RDS 和出色的动态特性，实现高效率和功率密度。它们的规格是耐压80伏，内部的导阻 2.8 毫欧。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适应型号 U3RS398， 实际型号是 LM27761DSGR， 来自成立于1930年一家全球性半导体公司美国 TI 半导体，也叫德州仪器。这是一颗具有集成 LDO 的低噪声稳压反向器，芯片的工作电流仅为370微安，并且关断电流典型值为7微安，因此在驱动功率放大器、DAC 偏置电源轨以及其他大电流低噪声应用时，可以提供理想的性能。2颗 LDO 线性稳压芯片适应型号 TFU， 实际型号是 NCV8177， 跟前面3级驱动芯片一样，来自安森美半导体，是一款 CMOS LDO 稳压器，具备500毫安输出电流，可以提供非常稳定和准确的电压，具有低噪声和高电源抑制比。这2颗芯片就是用来给 USB 芯片供电用的。充电器的 USB 协议芯片适应型号 CYPT3135， 来自德国英飞凌的亲儿子赛普拉斯半导体。这个芯片代号 CCG3， 是业界首颗 PD 3.1 的协议芯片，符合最新的 USB Type-C 和 PD 标准，可为笔记本电脑、加密狗、显示器、扩展坞和电源适配器提供完整的供电端口控制解决方案。采用赛普拉斯专有的 M0S8 技术，配备32位48兆赫兹的 ARM 内核 M0 处理器，具有 128KB 闪存、8KB SRAM 和全数 USB 设备控制器等等。芯片还集成2对3级驱动控制器，用于控制外部 V-Bus 开关管和系统级的 ESD 保护。输出滤波固态电容1颗，来自成立于1985年的国产老牌电容器厂家湖南的爱华电子。这个电容的规格是680微法，耐压35伏，属于爱华电子 PR 系列低阻抗高文波电流固态电容。充电器的输出 V-Bus 开关管适应型号 6590A， 来自成立于2000年的一家专门从事电源类集成电路设计和生产的高科技公司美国的 AOS 万代半导体。这个 NMOS 规格是耐压40伏，内部的导阻仅 0.99 毫欧。充电器的 Type-C 口电流取样电路由取样电阻和运算芯片构成，这一颗适应 R001 的贴片4线电阻，用于电流采样。旁边一颗适应 BQY 的芯片就是运算放大芯片，实际型号 OPA333， 跟次级同步整流芯片一样，来自美国的德州仪器。这是一颗双通道微功耗零漂移的 CMOS 运算放大器芯片，这个芯片配合取样电阻，适时的检测和控制电流大小，以确保充电器稳定正常的工作。充电器的 Type-C 口通过软排线进行连接到主板上面，这个也是非常大胆的一种设计啊。这个是软排线，舌片内部做工光滑细腻，没有毛刺。充电器主壳体上面有 PC 主燃材料的标识，这一面壳体同样的有 PC 主燃材料的标识。220伏连接模块上面一样的有 PC 主燃材料的标识。充电器内部的黑色的塑料框架上面有 PA 主燃材料的标识，这个也叫尼龙的材料。电容的固定支架上面一样的有 PA 尼龙材料的标识。这个苹果原装140瓦氮化镓充电器，经过拆解和电路架构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内部用料全是国际一流大厂的器件，电路架构也是目前为止最为创新的设计。经常看咱们拆解视频的老铁们，我估计你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到目前为止，国产品牌还没有一家采用前置有源整流方案的开关电源，更没有采用中置高压 buck 降压方案的产品。这个充电器每一处电路架构都透出苹果工程师高超大胆的设计水平。喜欢我的视频的老铁们，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最后说一句，这是苹果公司2021年的产品，今年是2024年了。